waste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第7天。All right， 今天开启第2个6天，总共有3个吗？第2章。第2章。出发喽！好，来吧。OK，see you later。拜拜。晚点见，晚点见。头顶都是太阳。都是晴天。哦，好干净啊。干净整洁的小房车，哇，好可爱！套娃拜拜。今天我们是路途漫长，在黑山头野餐休整，看个日落吧，然后再抵达当地的民宿。就是看自然，我好期待呀，我可期待了。好大群羊，好可爱啊！它们一坨一坨的。到了 OK， 来吧。黑山头可以开一个衍生产品，就是在爱旅游专线。哇，我们今天在这野餐是吧？哇，下面好漂亮哇！好美啊！太美了吧！哇，好靚啊！哇，好多羊哎，好可愛哦！心情特別好，在這裡真的是。好玩吧？跟着你好玩。你来呀，坐下。为什么跟着他不好玩？下午茶。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要逗他一下，来探测他的反应，是吧？他就是还是有点，就是我经常想对惹你一下。謝謝。放在我这边。省着点吃啊。我不喝。你干嘛这么激动？说省着点吃。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是造出来的那个小冲突，对吧？我来了，任务来了。我们第一个游戏是叫默契互指。就是要伴侣双方闭眼听题，根据问题同时在2人中指出更符合题目描述的一方。每道题目指完后再睁眼，双方阐述自己的选择和理由。OK。何美妍、梁松夫妇，请准备好。是我们第一组。好的。默契啊，默契。你们的第一道题是谁的说唱能力更强？睁眼吗？Freestyle King， 我不会 freestyle， 即兴的话还得是他。谁的情绪控制能力更强？都指自己，都指自己，我就猜到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马拉松它是快速的跑，短跑。谁的沟通能力更差？
杨松指谁啊？他这时候能指自己就好了。嗯，3、2、1。哦哟，不错，还可以。你又蛮意外，你为什么会选自己？就我想你肯定会指我。所以不是你自己想的，只是想着得分。也不是，就是我就说白了，我们俩的这个能力都不太行，因为我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问题。对，如果有任何一方会好很多的话，那我们俩今天也不会坐到这儿。谁更离不开对方？李诗画也去指了一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姐姐也在做到吗？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小豆是一个，我能感觉他是非常黏我的人，然后我们这几天看到是好像是他一直在黏着你，真的吗？对呀，开心了，开心死了！哎呀，你没有怎么走过去找他们，但他一直都每天都过来找你。小豆豆，小豆，你在哪儿？我在车上化妆。他真的很黏的。小豆，抱一下。他其实对挺黏他的。他要的就这个。哦，隐性粘人。谁更会带孩子？谁更受长辈喜欢？谁婚后的改变更大？谁在这段婚姻中失去的更多？谁为这段婚姻付出的更多？哇哦，太默契了吧！默契啊！我一下感动了。你为什么会选我？我没有想到你会，因为你这个选择跟你平时说的不一样啊。对吧？这2天就那个大姨跟我们直接开导，给我一个怎么说呢？符文烙印，深深的烙在我脑子里。就这么样的连滚带爬的生了3个，这对一个人伤害其实是挺大的。我要是你哈，他无论多么暴，我都接纳。一个女孩在这么小的年龄连生3个嘀里咕噜的，你有没有权利发火？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生了3个这么可爱的大宝贝儿，这所有的问题在这个面前其实都不是问题了，都不值一提。而且再一个，你说白了，武汉虽然我这城市我也是回来重新开始熟悉的，但是对你来说是完全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然后你要来重新适应这个环境，肯定是不容易的。他听进去了，哦，他有听进去，感动了。谢谢你 ，bro， 你好像真的听进去了，你好像是真心的。哎，你干嘛？我抱你没反应？你看看，哟，这时候就别挑剔了嘛。嘴巴毒毒。对，搞笑呀2个。谁更爱对方？哦，这个甜蜜的搓一下挺好。那也蛮好的。对呀，那挺好的，都是大家都觉得很被爱了。但我选的是因为我以为他会选自己，就是我纯瞎蒙，没有什么理由。因为我觉得爱的多少去比这个，我觉得其实蛮没必要的。恭喜何美妍和梁松夫妇得分8分。8分，很高啊，还是蛮默契的。李诗画和车重建，请准备好。来吧。你们的第一道题是：谁更想复合？那肯定是。听到了。这显而易见。谁更固执？对，我是超级固执的，超级。我也固执，那我知道，但没你那么多。对。谁为对方妥协更多？出现情感问题，谁的责任更大？谁的情绪控制能力更强？谁对这段感情付出更多？这话。
谁更坦诚？哇哦！因为他什么都跟我说的。第8题得7分了。对，哇，谁更有仪式感？是你吧？因为他很喜欢这些什么丧礼啊。说实话，一开始是我比较重视这个，但是到最后了，我已经不管了。然后他就是每次他就会变得重视，对，他就更重视了，对，他就更重视了。那这个我没错啊。所以两边都看那个什么时间段。语言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他的情人节啊、新年啊、圣诞节啊这些，他很在意的。通常他都是送我一些运动的鞋子，还有时候他会买一些衣服给我。哦，很好看。每一次我生日，他都很有心思地做一个我從來未想過、從來未見過的蛋糕。譬如說我中意喬丹，他就整一個23號的喬丹籃球，整大個蛋糕。哇哦，非常用心。但之後慢慢最後2年就沒有了，他隨便買個蛋糕給我，因為他覺得不開心了，跟我就影響這個行為。你觉得你为他准备的最好的一次生日是什么？我为他做的最特别的生日就是我点了一个蛋糕，是他潜水的。这个是我是从他身上学的。因为他弄这么多蛋糕给我，我应该弄一个他喜欢潜水的，这样。所以你看，爱情就是这样，好的我学他，他学我；不好的我学他，他学我。所以我这样对他很冷漠，他对我都是冷漠。我现在很明白，这是一个镜子，是两边的。你看，好与不好都有，都是这样的。道理都懂得，开窍了。如果你们分开，谁的改变更大？阐述一下你们的理由。分开之后谁的改变更大？是你啊！你每一次就是分开之后，你就360度就改变了，对吗？我就不怎么改变。我明白这个，我理解错了吗？有 ？No， 因为我们分开了嘛，他不用管我嘛，他有更多时间来工作嘛。我觉得也合理，他要理解也合理，解题思路不一样。谁更爱对方？没有，但是这个是现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我更爱他。对，一开始的时候，对，一开始他是更爱他的。头1、2年是我爱的比他爱我多，我一直都很包容他这种奇奇怪怪的一些状态，我会看到他的优点。一开始所有人都会把优点放大，然后慢慢就越来越觉得不太行了，有的时候会分手怎么样，然后他就觉得越来越紧张，就不想分手。所以我知道他肯定对我有爱，但是是他可能学会越来越怎么爱我，还是因为我越来越独立，他就越来越紧张，我也其实分不清楚。恭喜李世化和车重建得分8分啊！谢谢。耶，辛苦，很不错。这个好玩。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由美团买药为大家特别打造的爱人有方环节，请嘉宾们前往美团买药爱人问诊台，按下按钮进行问诊，获取题板，
标记出你认为你的伴侣有哪些症状需要改正，以伴侣为单位分享你的观察与发现。分享结束后，请前往美团买药爱人问诊台领取情感处方，在上面写下并分享对伴侣的建议。哦，好好玩哦！先展示一下是吧？这是我画的。哇哦！哇，好多呀。OK， 那你先说吧。这个鼻子，第一个是他经常过敏鼻喉嘛，对，然后他掉发也很严重，像他很晚睡，经常晚睡，熬夜也有这个点。然后第三就是嘴巴，就是半夜管不住嘴，吃东西的。然后同时呢，他又有身材焦虑，哎，然后又一边焦虑一边又迈不开腿，就是内耗。然后这个爱心的眼睛呢，就是眼睛里他的世界里面都是我，多好啊！所以我是更多希望他能够看到一些别的东西。我将做出解释，一会儿你等着看。OK。然后就是一个小圈圈，然后就是他经常 overthink too much。我觉得预判它不是个坏事，只是说我判的对不对。你预判别的人，我管不着，反正就是经常他会预判我的意思，或者是我话里的别的东西。就是我本来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儿 A， 他要从这个里面预判出，哎，我这个话里面有攻击，话里有话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进行反击。虽然我没有 diss 的意思。最后一个是什么？阴阳高手哎。那一般呢，其实这个点又是来自于 overthink， 这所以是一个连锁反应来的，然后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我最近有阴阳你吗？来了。我们前2天吵架，我阴阳你了吗？比如你举个例子。不是，就是 OK。你说呀。没了。表达呀。说完了。你在这里不表达，你是什么时候表达？你说呀。我表达完了。美颜还是很懂怎么去。对，我知道你会不高兴。来，我来看我的小人儿啦。哦，他的头像个炸弹，就是易燃易爆炸，就是这么一点就棒，整个头爆掉。你以为的是一点就爆，其实是你是在那儿一直拿火烧啊。哎，但是可能你的爆点我都没跟任何其他人爆过。那可能你对别人的包容更大吧？这一会儿我也会说。哎，你看脑袋这个问号，忘性大，确实很多东西记不住，忘性大记不住。然后比如说，你说我从来一次道歉都没道过，我那天找着证据了，道歉道了好多次，仅仅是3月份到现在就好多次，所以我说你忘性大。又说这个不如说他把那个行程单忘了比较好。又说你可以吗？可以。你需要调整一下吗？我不需要。那梁松还可以哎。好，然后这个就是口下积德啊，嘴巴里不要出那些奇怪的东西。这个眼睛里是我，这个我是你自己。我完全离不开你这种。在我看来，他的眼睛里，他的世界里面都是我。我把它归为这个上面，可以吗？可以，这是你的认知，怎么都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心里长了个冲，有点不考虑后果。这就跟他说的我预判那个点其实撞上了。我觉得他就是想到什么咱们做去吧，但是我会多考虑一点点。我说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我这种考虑在他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预判，他会觉得我还没开始做，你为什么就开始在这否认我？完了，我觉得他爆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就是胃里长久了。然后这个叉叉就是这里都是运动很容易受伤的地方。做运动的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应该不会爆了，应该不会。不要老是损伤。对，就是这样。你有没有什么？没有。
多数说的很好。 OK， 哎呦，哎呦，可以梁松我都不觉得像梁松了，帅了都。好了，现在我们要去药箱啦，领取我们的药丸。我们俩分享了，念一下啊。第一个是和平单，保持和平，保持心平气和，我觉得这是完成的也行样子。但是只要是朝着这个方向，我觉得都是好的。第二个就是上点心，忘性大这件事情，我希望是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把该记得的东西记起来，可以吗？可以，可以。然后第三个给你的建议是三思而后行，我还是觉得咱们多想一点总是好的。然后第四就是善意和爱给到应该给的人。我是第一个，米诺地尔要多擦啊，这个防脱发要从小做起。除了保护好自己，你的漂亮的脸蛋，还要保护好你的头发，知道了吗？知道了。会做到吗？会的。有没有信心呀？有信心。那你表示一下你的信心。有信心。OK。然后多点正能量，少点负能量啊，多往好处想，少记住那些不好的事情呢。这倒是的。好吗？然后尊重药丸，尊重胶囊，好吧？我们俩都要多吃。然后希望你可以多走出去，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你自己，多交一些朋友。然后最后一条就是不要放弃你的天赋。如果你觉得音乐是你的天赋点的话，你就一定钻进去，不能说一年我是个音乐人啊，我一年只写1首歌、2首歌，那在干什么呢？你自己都不珍惜你自己的天赋，那还有谁会帮助你呢？对不对？是的，交换我们的药丸。你搞这个，来吧。啊，我写了好多呀。安森，你看看。哇，不懂，我不懂啊，完全你写什么都不懂。其实第一个就是他的专注力，就是每一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呢，已经说好了一个点了，但是他可能下一次还会说，还会做同一样的犯错，或者是同一样的东西，就是好像有点模糊，有点晕的头晕了，不记事儿。然后这个腿呢长了一些疮，生疮是什么的？什么疮？就是因为他停不下来，就是他是比较好动的这个形容还是。然后呢，那个是他的耳朵长了那个耳塞塞进去了，听不见。有的时候想跟他说的，他也听不进的感觉。这个是2个哑铃在他的眼皮上，他就是眼皮很宽。原来眼铃在这里。对对对，很搞笑。原来哑铃在这里。这个有个绳子那绑着，就是他有时候表达的不是特别的清楚，皮肤脸都红了，因为有的时候他要抱的时候脾气就很快，然后就感觉很烫很红了脸上。这个就是一个会飞起了，是因为他是比较有自信的，而且是面对什么他都觉得自己能解决。然后呢，他那个心呢，就是有个门锁起来了，因为我感觉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去共情，就是共情我的感受。然后这个口了，你看到他嘴也长了很多疮在里面了，然后就是因为他就是讲话很狠，但是那个很痛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很狠了。所以他很多时候说话他会伤害别人。诗画眼里的他跟我们看到真是不一样。真没看出来啊。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也对自己这样的苛刻，他可能他在字典里面他不会觉得狠，他会觉得是正常。OK， 好，现在到我了。那好可爱。我用1、2、3、4、5、6、7、8来
代表的。第一个，他膝盖有点紧，因为可能他平常工作很忙嘛，所以通常关节啊1、3、7都是这样，因为他睡得不好，所以这些地方都会比较紧一些。又是紧的，我全身都紧了。对，所以我将它分开这样舍的。他讲的是真的病，全部是真的病，像对学员一样。给他上教练手段，手头有点紧。对，哎，你不知道，有时你会很冰的，血不够，手很冰的。就整体来说，我就是休息不够，还有紧。对，松弛一点。还有2，他的眼睛，因为他受伤嘛，做手术，所以很容易干，所以这个我非常担心他。对，还有5、6都是心，他也相信朋友，对不对？那个，还有他的心呢，有时候我觉得他有些迷茫吧。在工作上，将来啊，前景这样，不是非常有方向。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你没办法去。对，我知道，所以我写出来，因为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对吧？对，只是这样。好，这个就是我的。好，我给你的那个药方呢，就是要尽量可以打开内心。我的勇敢去承认自己的脆弱的一面。第2个就是不要过于执着，如果晚睡的话，就晚点起也可以的，多睡一点。第3个就是冥想，可以让你的心更加平静，更加冷静。第4个就是多看书，去了解自己，去学习。我一直去看很多书，怎么让他可以放在他工作、他朋友的那些优点，能放在我身上。虽然失败了感觉，但是有尝试过。他常常是他看很多书，放在我身上都没有用，你真的做不到，即使我没有感觉。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先想，深呼吸，再说。好，谢谢。我希望你争取时间休息。多喝我妈妈的汤水。多吃一点米饭。多吃点，我其实吃很多米饭的，我也是。再多一点，因为你现在学做得不好嘛，我想你多锻炼你的腿部肌肉，因为腿肌肉不够了，腰啊脖子就开始痛了。所以这2个是一起的。很专业，长知识了。好啦，这个送给你的，送给你。谢谢。耶！好美啊！后面有一群鸟在飞啊，好美耶！在哪里？哦，真的。哇，好大一群，密密麻麻的，好多啊！哇，它可以去那么远。好像《狮子王》里面那种画面哇！哇，好美耶！走了。好可爱！哇，是小羊。天黑了要回家了，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应该没有家可以放这么多羊吧？你站的就很像动画片里。昨天又是动画片，今天又是动画片。
哇，七彩云朵。哇哦，哇哦，爱人有方这个环节也是蛮轻松的哦，这一趴。对，这趴看起来还蛮舒服的，也没人吵架，竟然没有吵起来。大家怎么看待爱人开出的这些处方？哪些诊断、哪些处方是印象深刻的？Anson 有讲湿化的眼睛，然后身上比较紧，全都紧，血液循环不够好，对吧？Anson 全身上下都是疮，我就记得。梁松也有写美颜，对吧？说那个护发的问题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爱人有方这个环节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你可以直观的看到，他们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最不舒服的点是什么，他就会去开什么样的药方，而这个药方你开的准不准，对方认不认？其实还是要靠技术的。大家知道还有什么是技术活吗？啊，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是技术活吗？那就是美团买药在线问诊，也是个技术活。嘉哥，你展开说一说。对啊，因为以前我们去看病嘛，那肯定是要看医生的，不管病大病小，那去医院。那现在呢，美团买药呢有个功能啊，非常非常厉害。它有个在线视听的问诊服务，你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可以直接和3甲专科医生实现面对面的沟通，而且30秒钟呢就有响应，24小时服务，非常高效，你随时都可以得到一份专业的处方。哇，那这个真的太方便了。真的可以说是专业可信赖，真实有保障，大家一定要用起来。好自然哦，好自然。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很难聊，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总是要针对你的身体说很多。可能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你怎么不多穿点？他其实是说我在担心你。现在很流行一个梗，什么丝瓜汤。这个真正要说的是，你这个样子火气很大，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会说你去喝点丝瓜汤，你降火啊。对，就是用这个身体作为一个媒介来谈论感受。按照阿春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爱人有方》这个游戏，它把一些你对对方的一些抽象的意见给它具象化了。对，具体到你身上，我用一个部位来说你的问题。是的，我觉得梁松真的进步还是非常。我觉得他是从外到内，他内心未必没有波澜啊。他好像记住了倪萍大姐说的那个话。人家为你生了3孩子，对我都先接受下来再说。其实挺好的，对，真的挺好的。我觉得梁松很好笑，就是他一直说何美妍眼里只有我，我希望他眼里少一点我。其实他是蛮骄傲的，但是美妍有一点说，是他怎么样说？你看到我眼里全是你，是你的眼睛有问题。他的那个我是自我的我。对，何美妍写的梁松是梁松眼里只有自己。对，等于是他们4只眼睛都是梁松啊。这里边不是他们俩问了一个问题，谁更离不开谁嘛，对吧？谁一方更离不开谁，更被离不开的那一方就有权利。如果2个人都公认是美妍更离不开梁松，那梁松就是有权利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倪萍大姐的话，就是你是更有权利的人，也就是更有责任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话是记住，但是要他内心里特别心悦诚服的来做这件事情，甚至享受的来做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对，但他因为长久的模式，可能是就是对，现在能开始就好，对吧？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易燃易爆的那种。对。但是他现在，我觉得他有很明显的一点是，突然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把有些话就咽下去了。对，我觉得慢慢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进步。如果大家收到一个就是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那个诗画给 Anson 的建议，说你要多读书。我觉得得给 Anson 开一个非常明确的书单，让他去看。我都觉得他不一定看得明白。
而且实话，他说我想自己多读书，了解一下究竟该怎么样跟这样一个男人相处。他说后来我还是以失败告终。我觉得诗画也读错书了。我感觉他好像是想让安森增加一点运动以外的事情，这个运动几乎成了他们关系里的一种阻碍。也许他想要的是你多关注我，但是他已经一再的失败了，于是他现在只能给他一个，就是往旁边支一下，你去看看书，你读字变好，是一个迂回的。我懂了，就是看书有多枯燥啊，你不如看看我。是维嘉的解释。妈，我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是一本书。对，你来读我。不过你能从接纳书，把书纳进的世界开始，那接纳我就更容易了。是啊，我就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了。Anson 跟诗画的互指，好像更多的问题方都在 Anson 那边。是，这也是恰好认定了诗画确实是一个考官。对。这基本上都是你的错。对，对，这一点也是他们交往过程中需要改变的。不然一个就是考生过度紧张，交上去答卷总是分数不对；一个过度严格，对，一个过度严格，所以然后就说你又错了，又没及格。但是安森有一个很强的能力，他屡败屡战的，没关系，我下次会做得更好，这也不容易。那个安森就是我独立。所以生病了你也不用管，然后他也就这样对对方，然后诗画也这样对自己，我不能做错，那你也不要错，你这些错你得改。好像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自己是什么样的，就会希望以己度人，对，对方也是什么样的。好了，通过这2个游戏呢，也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诉求跟想法，或者甚至是不满，对不对？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进去？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期待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好，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我跟着你啊！我的妈呀，我这好吓人！你认识我吗？不知道呀。我们俩应该别一个那个麦克法。这是谁？这是谁呀？嘉哥啊！对，这旁边谁啊？哇 ，Hello， 老师们好。嗨，你们好，你们好。Hello， 嗨。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的妈！哎呀！说爱和分别，哎呀，并不一定是相悖的，对吧？就是好开心，在这儿能见证各种情绪。暴风式哭泣，嘉哥已经整张脸不见了，掩面痛哭，如鲠在喉。我有这个表情包，就是这个感觉，好难受。勇敢只是一个外壳，其实真正你内心你还是有点胆怯的。拒绝就是会有伤害，只是说多和少的问题。哎，对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非无心不可。你说别人主持行吗？对不对？你也可以，你可以。我差点意思。太害怕了！哇，嘉哥藏得太好了，好怕打起来，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儿。不要想得太乐观。不知道现在情绪好不好？老师好，我是美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嗨，诗画，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吴昕，我是维嘉。Hello， 维嘉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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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呀？没吃是吗？快！大脸了，化妆了。哇，好漂亮的小房子啊！哇，还有小花园呢。快坐吧，快赶紧吃点东西。来吧，真的有扎实的米饭，还有饺子哎！哇哦！哎，快点吃点。那我们先动会儿，先把肚子垫一垫，先肚子垫一垫。快！开饭了！吃饭。吃饭了之后。美颜真的好好。点菜吧。来吃，谢谢。好，给飞。诗画也好好。是不是饿了？有人夹菜就好。这个蛮好吃的嘞。吃，多吃点。看着别人吃，因为我们吃过饭。
真饿了，真饿了。好亲。你要什么？没事，我没事。啊？你想要什么？没有。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吧？不一样，很其乐融融。我们一直认为是一定会有人离席的那种，对吧？你们俩畏畏缩缩的，氛围很好啊，很和谐啊，很好啊。那是不是 Anson 吃东西很讲究啊？不是，就是不是，我喜欢清淡一点。清淡一点，对啊。他不太吃油的东西，他咸也不吃，油盐不进嘛。油盐不进。对，因为他睡得很少哎，他凌晨4点多就起来。太早了吧也？为什么？锻炼。哦，现在对。哇，去哪里健身啊 ？Everywhere， 就是去草原上跑啊。对啊。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健身房。所以随时随地都能锻炼运动。呀。现在也可以马上锻炼，会在这锻炼。你明天早上可以加入，跟他一起跑步。4点吧，我还是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们俩都看过那个《新闻女王》，对，太好看了，是吗？对，刚刚拍完第2季。哇，期待了。是新闻的相关的嘛，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哦，很代入感挺强的。对，因为讲的主播嘛。对，而且不讲感情，所以挺好的。我们这个节目就全是感情了，真是很大的差别。而且是自己的。你们都是现在就是说，就是男生是在一起住，女生在一起住。是，这苦了哥哥，因为我打呼噜有点严重，对。你是入睡最早的那个吗？你得扛一扛，等哥哥睡了再。我可以把他打起来。他真的挺厉害的这个。哎呦。所以安森也不一定非得4点钟去锻炼，是因为打醒了。受不了了。我就想睡个安生觉，怎么的呢？这就嘴替了。那你都听习惯了。我爸更恐怖，因为。你看，都是有个比较，所以安森在他面前比较以后就是很好了。我刚才在平行世界里面经历过这个画面，就是在讨论刚刚这个一个比较的话题。比较打呼噜啊，就是这个场景啊，好吓人。你的平行世界是不是接下来要做一个游戏？硬扣流程。硬扣流程开始，来任务了，我来任务了，还是吴昕懂你。爱人雷达，那些想和爱人共同完成的心愿，是否在日常琐碎里变成了待办事项？那些藏在心底又未曾言明的期待，你捕捉到了吗？今天我们收集了大家希望和伴侣一起完成的3件事，请启动你们的雷达，探测到爱人发射的心愿吧。每个人3个心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收集了3个心愿，要跟另一半去完成的。我们先上了男生的所有的心愿，大家就要想想这个选项究竟属于谁，看能不能找出来。如果觉得自己心里有数了，就可以来跟我们开始认领了。我选一个，我选运动吧。运动。对。你为什么笃定运动就一？因为他经常会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做各种运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的。他跟我说过。你好像以前是运动员是吗？我不是，他是运动员世家，还真是。不是，就我爷爷是运动员，是职业运动员。爷爷是跳伞的，我在跳那种运动基地里面长大的。哇哦！而他运动的这个，他跑得很快，大家都知道。那梁松，你是怎么感觉到他跑得很快的？被追，就有的时候我们2个就是吵到那种后半程了，就是我实在找不住了，我就找机会我就跑路，我就从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安全出口楼梯，你就要看警匪片追逐的那种感觉，我4、5层啪往下蹦，啪往下蹦，他这样他都能追到我。你是跑酷的？我跑不过他。哦，他就是用跑酷的方式逃走，美颜都能追上他。打架要打到这个份上吗？真的。强制交流，这必须要跟我交流。
反正你不让他跑下去，你跳个伞，爷爷借我伞，就那种。好了，我们来看看，紧张吗？他自己在那里音效，我以为是配的耶。哦，猜对了。所以他们这是互相了解。嗯，对，他确实说过很多次。嗯。然后到姐姐了，是不是？对。看北极光，哇，这么浪漫。为什么就是非常淡定的，就是觉得就是这个答案？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一直都想去看的，就是去的一个旅行，然后我们都没有做到。其实有好几个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恋综。还有哪里啊？恋综。还有想要去潜水啊，新西兰去爬山啊，或者是。所以说就很明确的讲过，你们要。对，我喜欢大自然。嗯，那你比如说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Anson 是怎么答复你的呢？我说，我们有时间就去吧。对，没有时间就不去了。对。现在还没找出这个时间。还没。这个事情已经提出多久了？挺久的啊。挺久，几年吧。我都不知道，我都不记得几多年了。这么忙，你们两个人就是都没有抽出时间来。也是卡在谁的问题上比较多啊？因为我觉得去一个旅行还是能调出来几天的吧。是呀。是啊。是呀。我是能调的，当然对我来说能调的。你现在是能调？我刚才就说能调了，没有调，对吧？所以我才来嘛。这不一定是你哦，不一定是你。所以我今天跟他们说是这个吧，我们想做的。啊，所以才已经对。对，对不起。所以沟通还是有问题。我说不一定是你哦，这就是我了，我就把这个写上了。所以多看书没用的。对，他就是这个性格。但听上去你们俩的爱好还挺一致的，都挺喜欢这些。哇呀！只能说，我们就只有运动这一个才可以一起做。唯一一个就是这种共有的区域。对。那你就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只能运动，不能有别的爱好。不，我得还开会的嘛，我不去做运动。开会不是爱好啊！你爱好开会啊？开会我说的不好，有些人喜欢爬山，有些人喜欢打麻将。我告诉你，我十分挑战在工作里面，这是我最爱的。对，他最爱的东西。最爱的不应该是老婆、女朋友？对呀。我最爱应该是就是另一半吗？应该是，所以我来这个节目。哦，因为分开了，我才知道我 miss 什么，错过了什么，错过什么。所以你现在可以妥协到什麼程度？這個什麼意思？就是你可以妥協到咩程度？就是你可以為了他，比如說多一點愛好嘛。所以我剛剛想跟他去看北極光。北極光。北極光。那有帶啞鈴去嗎？你梗好多。他會帶籃球去。這個真好看呀！這北極光好看。喂，那個線上會議我已經在線了。我想去的，我想跟他去的，能去的，能去的。因為過去我都是因為工作關係，這個我放在第一位，忽略他的感受。你這麼愛工作是為什麼呢？有自己對終極目標是要做成什麼樣嗎？我的目標是將這個態度告訴人什麼是體育精神的。體育精神。媽呀，好大的！我從一開始出來到現在，
我的目标都是这样。你已经能够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体育精神了。4点钟起，每天都这样，足以告诉我们你 OK， 你做到了，还不够吗？哇，够了。你还有没有实际的一些想法？要怎么才够呢？他是社会责任感太强大了啊，社会责任感。他比如说想引领全民好好运动，对，有这种使命感的感觉。我们会的，站起来动一动。我们会的。Come on， 我在乎上。像我这种天天。好，美颜。哇，那我猜我认领一下恐怖片，我觉得是他会想做出来的事儿吧。好。OK。对的。70分不是白拿。70分。我特别胆小，我不敢看恐怖片。它不只是恐怖片，甚至黑呀，他晚上包括家里面睡觉的时候一定要亮灯。那你明知道他怕，那为什么还要想要去跟他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肾上腺素类型的东西，不管是运动还是恐怖还是什么的，对。但我挺有体会的，如果你自己心里对一个事儿非常有恐惧，你是没有办法去勉强配合的。对，你不能享受的。我配合你一下，配合了，我1个月觉睡不好，你也没办法承担。但是我想说，就是我小时候也超级害怕，我姐姐租那种恐怖片，我也留下了阴影，所以我有很长时间不敢看。但是直到后来，我开始直面这个东西了，我开始又去把那个片子看了一次，然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然后我就开始爱上这个东西。就是你面对恐怖最简单的就是直面恐怖。你是指着他能够爱上这件事情？合理啊，合理啊，对啊。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不只是恐怖片本身，而是还有很多，就比如说黑呀。我就是怕黑和这些你就接受他怕黑嘛。对呀，你保护他就好了呀。对呀，我接受，非常接受。对呀，你保护他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克服他呢？就是的，就是。对吧 ？OK。对吧？不看那咱不看。哎呦，哎呦，哎，可以呀，可以啊。美颜心里想，为什么到别人那都是看北极光，到我这儿就是看恐怖片，看鬼火，看鬼火。来，继续美颜。我选蹦极。啊，不是吗？都是极限运动。哦，让我再想一想啊。蹦极吧，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我可能觉得蹦极比较适。哎呀，他一脸的疑惑。是，不想。我感觉他应该不想。对不起。不是。答对了，你看3中。想迷惑我，想迷惑我。连中3元啊！可以，真的蛮厉害的。我选运动吧。运动。耶！我认领一下恐怖片。这感情太好了。对，真的很了解。我选蹦极。这蛮难做到的，其实蛮难的。这个其实是我在你的角度上面去写的，因为你之前提过想去贵州的那个大山里面去啊，对，它有个猴耳天坑，就是可以绑在2个大山坑中间悠那个，哇，我觉得那个好爽，很想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对，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事儿。梁总也是记住他的诉求，还是蛮好这个。所以你看，你都忘了，他可能还记住了。对，挺开心的啊。很意外，因为他特别不记事儿的人。哎呦，要哭了！哎呦，真的假的？哎呦，要哭了！哎呦，真的假的？哎呦，谢谢。你只是 OK， 挺好的。这是恋综啊！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哦，
这个家人指的是谁的家人啊？谁的家人啊？谁？我们的家人，我们爸，我们妈妈。哦，两家一起。因为我们分开了嘛，我很想他。因为我跟他妈妈关系很好啊，对，然后我们分开，他妈妈特别伤心。所以如果能和好的话，又愿意再当然马上，马上什么？去吃饭，马上去吃饭，去吃饭，马上去吃饭，马上，先吃饭再看极光不露了。好的。所以我没有想过他想要去逛超市做饭，就跟我第二个一样吧。我们回家跟我爸我妈吃个饭，所以我就想跟他在逛超市做饭啊。先逛超市做饭，然后再一家人一起吃饭。那你平时会做饭吗？他不做饭，他不给我做饭，他做不了，他做了一次饭，然后把我的锅都弄坏了，所以是不做。锅都弄坏了。对。所以他除了要给你做饭，要给你家人做饭。你说出了重点。对。他要李诗画给他们一家人做饭，一家人做饭，吴昕都懵了。要做一家人的饭，是不是这个意思？分开两次的，分开两次，不是一起做，做2顿。你先帮我做1顿，再给我爸妈做1顿。我懂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分开了，所以有一些以前做的事情，你还想继续再做，做得更好啊。那你要不要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去稍微学一下厨艺啊什么的？因为你的饮食习惯基本上就非常清淡，水煮啊什么的。因为通常他做什么菜我都喜欢吃的。那对呀，那有人做饭当然喜欢吃。那不同的，他不想我做饭给他吃嘛，对吗？那是因为你做的不好吃啊！你这个逻辑你搞通了没有？只会水煮。刚刚搞通。你还是要吃点油，鱼油，鱼油，对吧？他不让你做饭的原因是你做饭不好吃啊。对啊，还是我心还在啊。对呀，那就是你去培训一下。我心还在。我有心来做给他吃嘛。但你至少要练出几道菜是他非常喜欢的。我煮方便面是可以的。谁要吃方便面？要聚到一起。OK， 学厨艺的，其实很多菜非常简单，对，也能做得很好吃。我先问他喜欢吃什么，我才学哪些。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我一问一个死。完了。什么？比较麻烦的这个。对啊，你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觉得这下麻烦了。没事，因为等一次我们做一些没事啊，有事。有事，我是最低分的。我们8年了，我是最低分，我都37分。你现在问我，我一定不是37分，一定多很多。嘉哥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性格是这样的，对不对？不完全知道吧？就是因为第一次接触嘛，对，就不知道。对，那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鱼，吃菜。吃菜，好笼统。吃菜，哇哦，那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鱼肉菜、蔬菜、维生素 C。不，他最喜欢的好汤。哪一种汤嘛？你说大类都知道。笑死我了。对，比如说我要说欣欣，我们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让我说出他一道菜，他一定会吃番茄炒蛋，对吧？对，必点。这样我哪怕是同事，我也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菜。那你肯定有没有说你在留意过对方这么多年的相处，你至少能非常快的讲出一道菜，他喜欢吃什么菜吧？一道都没有啊！天啊！不会吧？这属于生活习惯范畴了。对，你不能说完全我希望跟他怎么样，希望跟他怎么样，一问到真正实质的内容，你啥都不知道。他好像要从零补课。
对啊，那你就是完全好像对待学员一样，首先说对，这个动作对不对？对，然后我再来纠正，可能要慢慢的，对吧？说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来这里都是有原因的。可是你不是最喜欢喝汤吗？我喜欢喝汤，我好喜欢喝汤。什么汤？对呀，哪个汤？哪一类的汤？你还是要吃点油，鱼油。它的重点是我喜欢喝哪一个汤？红萝卜。红萝卜汤，胡萝卜。算了，放过他吧。算了吧。好，那男生的就结束了，接下来是女生的。喝下午茶，谋，这吴太牛了，吴这是要事儿啊。那我们男生开始了，我们就是拍婚纱照，第一个。这个如果猜错的话，我原地坐30个俯卧撑。昨天30，今天50吧。啊，50，100个我都认了。我觉得他们一定又是全对。哇哦，你是咋没拍呢？对，你为啥没拍？怀孕了吧？因为也是前面几年生孩子什么的嘛，我就觉得拍照肯定要美美的啊。然后后来孩子生完之后也没唠这个事儿。还是去拍了一次的。但那一次是朋友的店嘛，就是顺便拍了一下。我真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拍婚纱照这个事儿，男生要负责任的。各位男士们，真的要负责任的。其实是有想法的。我其实不想是说我们办婚礼就是找一个酒店订一个席，大家亲戚朋友过来吃吃喝喝，我们俩一顿操心。我不想说强行做一个自己都不开心的仪式感，然后让服务大家那个，我觉得没必要。然后包括拍婚纱照也是，我不想都一样的那种很没有意义。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我觉得都是那样子。之前的不算正式拍的，只能说是商片，而且因为怀孕嘛，然后产后恢复，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我想要有个好一点的形象，然后他的考虑是不一样的，但他始终就是一直没有忙过来，他也没有调出这个时间，所以就一直搁置了。但创意婚纱照拍了吗？没有，就是我没有，但是你要行动起来。对。因为仪式感的东西，别说真的挺重要的。以前嘛，比如说带着自己家人录节目，比如说经常跟父母表达爱，以前都不会的，那怎么可能嘛？那父母也不会呀。但是有时候你被节目推进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带给你的东西是一种很强烈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观。对，牵到我妈的手在一起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有我在身边，怕什么？这就是姑娘长大了，角色互换，享受这个感觉。通过这个事情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那么你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我最高兴的哈！看来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确实是有收获，我跟女儿终于走到了一个频道上。哇，怎么这么感人啊？只是原来会觉得没必要，因为会，但是其实体验一下，哦，很好。对，就是这个点。对，啥时候体验呢？体验，马上体验。我们下节目之后就，但是又没对，我就觉得不要为了去做这件事而去做这件事，而是要真的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用心想啊，用心的为了做而做呗。好，我去 DeepSeek，我去小红书搜。对，你就用心想就好了呀。好，我猜潜水啊。这个不用说了，这送分题了，真的。OK， 我有个好奇的，你们平时都怎么称呼对方的呀？我是给他英文的 SL。Selina Lee 比较简称，那不是他的名字吗？这是简写而已啊。对啊，用来这个我只记得是他吗？新的想要换成什么？新的我想是 LS。李生。Wife。这
节目是这样的吗？我看的不太一样啊。老婆。Why not？Why not？哦，他就是不是说昵称身份都换。哇塞！如果这个是诗画的那个想法，太好了。哇！那应该是你的。我觉得在草原上奔跑。草原上奔跑，看看啊，都对。哦，真的很了解。他俩选的真的很精准，真的了解，真的了解。来，可能喝下午茶，让我选喝下午茶吧，因为你很喜欢喝下午茶，然后去搞上一个什么马卡龙吃，因为我不吃甜的嘛，完全不吃甜的，我去那儿做的也没点。啊，还真是。哇塞！他们俩的愿望都非常的准确，对，然后一看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会出现的一些关键词。哇哦，一时在想不出为什么会有无这个选项。对，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那个看的那个北极光是其中一个。他还说中了，对，他做到了。我真的是想不出来。这8年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除非是大的问题，或者是伤害我很深的，不然的话很多的问题的细节我都忘记了，可能需要长一点时间去慢慢想回去吧，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不觉得他会难过，他就是什么都不会太难过。而且我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说一些东西好像很伤到他，但他一直在反应就是没有受到伤害。谈恋爱8年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对，太不容易了。就他有一点没有抱什么期望的。我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失落，都是好似一個冰水從我的頭往下。因为那个无吗？对。哇，没想到今天聊的也是，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气氛挺好的，非常好，而且大家都有一个态度是说，我还是愿意去尝试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奔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的，至少我能感受到。好了，那今天就好吧，再见吧，早点休息，明天见，好好休息，好，明天见，拜拜，晚安。他也是感受到了，这是热血的感觉 ，Go Go Go！ 感觉今天变强了，他太好笑了。我可以一起睡觉。哦，他们俩一间房，一间房。我有点后悔说了那么多 Anson 不好的性格特点，希望他没事。他还是蛮维护他的。他又在心疼他。诗画还是太体面了。Sorry， 还是分。80%的否啊，是写的更精确了。20是保持观察嘛，就是万一有反转了，对不对？我要是现在完全不想理了，那我在这儿干啥？我明天回武汉了。哇
哦，藏的挺好啊，嘉哥。嘉哥不敢说呀，保密协议。完全没看出来啊！现场是觉得他们氛围特别好吗？挺好的，因为我跟欣欣一直带着第4季的那种戏剧性跟紧张，所以吴昕一直说，是不是要走？有人会甩手而走吗？有人要就是愤怒离席吗？你们去是在蔡明跟倪萍去之后啊，已经有人做了工作。对，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还都挺温暖。哎，那个第三季，胡老师也去过现场对吧？还唱歌了对吧？对，各位爱人们，大家好。我就是终于能够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段旅程的胡彦斌。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情真意。哎，你们2个人都去过现场，你们觉得就是在现场和你们在观察室里面看这个 VCR 有什么具体的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现场的时候，需要很敏锐的去看很多事情。对，你是没有那么快去把所有的细节、人物关系，他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等等，去看清楚的。回来坐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很多 detail 细节以及他们的细微的情绪，你都看得比较清楚。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可能你在现场没觉得这个气氛有问题。然后在观察室再看，才发现哦，这个时候气氛已经开始出问题了。那不会，气氛还是感受得到的，气氛还是很直接的，而且更加浓烈一点，扑面而来，你就觉得尴尬就是尴尬，就像朋友聚会一样，在一个场合里，谁舒服不舒服，还是很明显的。对。那你们在现场看下来，你们觉得哪一对的问题可能是最大的？我们觉得是那个诗画跟 Anson。我们现在看啊，我觉得 Anson 那天是挺失落的，因为可能大家有点火力全开，甚至集中在他就是你一定要懂别人的诉求什么，因为可能我们讲话语速也很快，他也不太懂我们在说什么，他只是觉得，哎呦，这个语境当中我好像就是被大家一起在数落，对，所以你看诗画他也有感觉说，如果大家都在说他的话，我还是有点心疼他，对吧？他就很担心说那个 Anson 被受到伤害。他是觉得 Anson 他不能够完全接受，但他们的关系就是诗画是有善意的，所以他觉得这时候是不应该这样，他会考虑觉得哎我考虑不周或者怎么样，他会这样。我的感受就是诗画写那个无和他那个在那个山坡上不愿意牵手是同一件事儿。对，就是他不想让他有过度的期待。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板子，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有一种好像已经灰心了。对，多一个我都想不出来。对，因为他也还没有决定。对，但是我会觉得诗画还会有摇摆。他很心疼他，其实。就我觉得梁松和何美妍，他们像镜像的一样。但他们真的互相很了解，基本上就是3个都是对的，精准了解对方的需求。我觉得美妍和梁松，他们其实从一开始来到现在为止，就是都是很恩爱的。但是他们恩爱的方式非常的激烈，就是有点武林高手的这种。那像这种高能量的爱的方式，未来它能够维持多久，其实是他们的一个课题。对，我发现就不同的老师啊，然后去的人啊，包括他遇到了很多事情啊，他们其实互相之间多了很多的思考，他们的底色相当的好，是因为真的都很爱对方，所以他们听得进去，改变的最快。因为他们的基础是最稳固的。对，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病更浅？比如说他们还病在只是在表皮，没有再往里面更深。甚至我觉得他们俩吵架的那个方式也是浮在上面的，他们俩要去做的事情也是很玩乐的，很浮在上面的。他们好像就是那种玩乐型的伴侣，对吧？对，玩伴型的那种伴侣。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就是彼此都这么了解，但是却还相处不好。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张双老师讲的有一些深层的原因，比如说，我觉得像美妍一直会有一个关爱的匮乏，从原生家庭出来，然后到陌生的城市，以及生存的恐慌。对，那个匮乏感让他有巨大的不安全感和要过度确证的信任。梁松是从来没有给足过他的，他可能是说要长一段时间充分的宠爱你，无原则的满足你。总之，他需要弥补那个匮乏的那种安全感的匮乏、被爱的匮乏，但这个不容易的。我感觉互相了解不意味着就能相处好。
就我们一对怨偶也可以互相了解，我很知道他什么德性，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我的敌人。对，对长久的关系来说，了解还是必要条件，它不充分，但是是必要。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他一定会了解，但是能够要相处得好，就是要合适。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不要改变对方，因为改变太多，他会非常的累，他就会很难相处。如果说你不改变对方，且你可以做自己，然后对方又能接受，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容易。但是不改变也是个神话，我觉得。你看爱情里面有2个命题，经常别人说的说，你就是要接纳如其所是的那个人。另外一个，爱情是让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怎么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就不改变呢？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都要改变的，对吧？但这个改变是以关爱的方式，有的时候哪怕批评也是很善意的方式，所以这里边分寸感啊、技术啊非常复杂。就是你真的要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改变，才会真的改变。那刚才梁松有讲到说，我以前很怕看恐怖片，所以我就看完了以后直面恐惧，哎，最后就让我变得很喜欢这件事情了。其实他会不会就只是想要跟他看个恐怖片，情趣这么简单而已，没有那么深的问题。就是他喜欢看恐怖片，他就写了恐怖片，这就是我的心愿。那梁松真正恐惧的，比如说他是很害怕美颜的喋喋不休，那他有真正去直面过这一件事情吗？有去在喋喋不休这件事情上做脱敏吗？我觉得他现在在开始尝试不容易，也就是说他不能好好的应对他的喋喋不休，是他要炸嘛。我们看了后面几期，他在什么关口能够不炸，或者这个不炸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但目前来讲，今天这一集来讲有进步。对。好，那如果说梁松跟那个美颜是玩伴型的伴侣的话 ，Anson 跟诗画他们应该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伴侣？梦幻型的吗？刺激型的。看北极光这种，就是偶像剧似的。对，必须要打卡的10个人生地点。就所以说 ，Anson 能不能落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些事情真的做出来，也不是非常的落地，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跟生活有关系的可能是逛超市做饭。我觉得那2个心愿的意思都是和好。就是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跟家人吃饭。其实安森是表达他的愿望，但是就是他的心愿没有机会落实。感觉好像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啊，这是一个机会，大家互相许愿。但是呢，这个愿望它太远了，你看这里没有山，这里也不能潜水，这里也不能看到北极光，那这个愿望反而被推远了。但逛超市做饭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他做饭的能力被大家马上就否定了，对吗？逛超市做饭的前提也是我们和好，它也是一个实现不了的。还有跟家人吃饭，他这个全部都有和好，他希望和好之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觉得想要解决某些问题，想要开展一些新的东西，它只能从眼前开始。你如果许一个北极那么远的愿望，你就没法开始。所以他们9天的时间比过去可能2、3年的交往还要更多，就变成熟悉起来了。是，对。好了，聊了这么多，看到我们观察室呢也是感慨万千。那提醒我们的网友们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更深入的感受这段旅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再见爱人5相关互动任务呢，就可以领取再见爱人5的系列勋章。升级 V9 会员，享受更多惊喜权益，陪伴节目的每一步都有回响。再见容易，再见很难。那我们催更团下期继续跟大家一起守候精彩的内容。下期再见，再见，下期见。我人生至高意义就是让你开心而已啊！爸爸，你是真爱看S9。我这辈子一定是爱你爱到底。送给你的。哦。挺浪漫的呀。是吗？要不你的头巾给我，你用这个。不给。为什么？
我的造型，什么玩意儿？所以造型比我舒服、开心更重要，这才是重点。自相矛盾了。他上厕所，他觉得那个厕所太脏，你去给我搞干净，然后他就会不开心。你看你又在乱讲了，莫比乌斯环又来了。如果我们没有摄像头，我们会认为何美妍是一个疯女人。我们分手了，可能大概20多吧。哇！你什么时候说的话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真的意识到吗？实话随时上线那种考官心态。对，所以我真的是有点低能的。他为什么承认错误这么快呀？我挺心疼，就是我看到他好像一个傻瓜一样的，会快哭。得到了理解。他们都过于自我了，就有一点点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角度了。哇，好棒哦！他的认知超过他的改变的能力。亲密关系当中确实是需要一点演技的，就我觉得他没有把它演好。他如果能够放下那个面罩，他今天写的歌会更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